2年前，我花了1万多块钱购买了世界上第一款支持240赫兹刷新率的游戏投影仪某图马的 UHD 50X。然而在使用了2年共1100个小时后啊，由于灯泡投影的高发热量，它坏了。不仅仅是灯泡亮度的降低，甚至在 DMD 芯片上烧出了3个坏点。于是想看看现今游戏投影市场有什么新花样，同时为了给新视频找素材，为理由啊向老大申请预算的我，从22年的10月开始，再次开启了我的投影仪选购之路。这一次我决定不再吃上次的亏啊，所以将目标锁定在了 LED 或者激光这种发热量低、寿命也更长的发光方式上。经过2个月的搜寻，我选择了明基的这款3000 ISO 流明亮度的4LED 投影 X3000。到今天为止，我已经使用这款新投影超过100个小时的时间了，所以我觉得啊，是时候出一期视频跟大家聊聊我对这款投影仪的看法了。大家好，我是菠萝，欢迎来到又一期的视频。首先在外观上，明基 X3000使用了一个近乎立方体的造型，将对焦、缩放轮以及菜单等按键安排在了机身的左侧，并通过一颗0.65寸的 DMD 芯片，搭配明基最新的4LED 光源技术，投射出支持 HDR10的4K 60赫兹或者 1080P 240赫兹画面。这里你可能要问了啊，我听说过3LED， 但是4LED 它是个啥东西呢？好问题。一般来说 ，LED 投影的优势在于较低的发热量，无需预热即可秒速开机，以及至少2万个小时以上的光源寿命。按照每天观影4个小时来算，大约可以看14年。但是它最大的劣势则为亮度较低。但是作为一款主打游戏的投影啊，除了自己独享3A 大作的沉浸感以外，能够在一定环境光下依旧看清屏幕，跟朋友、家人一起享受合作游戏的乐趣，也是至关重要的。于是明基为了剔除这一短板啊，在红、绿、蓝3色的 LED 基础上，加入了另一个蓝色光源，用来提高整体的亮度，达到3000 ISO 流明的标准。这也是为什么这款投影的体积相较于传统的灯泡或者3LED 机器要大不少的主要原因。另外，很多朋友在之前的视频中跟我反映到啊，他们对 ISO 或者 ANSI 流明的数值不是特别的有概念，并不清楚3000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实际亮度。所以这次呢，我专门使用光度计测试了一下这款投影仪在明亮模式下，距离墙面3米处投出120寸画面时的照度值，并用公式得出了大家较为熟悉的尼特作为单位，答案是约等于250尼特。在投影仪里啊，已经算相当不错了，甚至摸到了一些显示器的尾巴，也就是说啊，它在有一定环境光的情况下，依旧可以使用。OK， 那么解决了亮度问题，我们再着重聊聊它的游戏表现。除了之前所提到的 4K 分辨率、游戏 HDR 支持，以及在 1080P 下240赫兹的超高刷新率以外啊，对游戏玩家最重要的2点还有啊，响应时间与输入延迟。响应时间简单来说，就是像素点从一个颜色转换为另一个颜色所需要花费的时间。用人话说啊，就是响应时间越低，你所看到移动物体的重影就会越少，画面自然越清晰，反之亦然。这对于动作或者射击这类啊会经常产生高速运动的游戏来说至关重要。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是不是你在选购显示器时，经常能够看到一个叫做灰阶响应时间的参数？以 LCD 中最快之一的 TN 面板为例，一般在1毫秒，而在投影仪类别中，这个参数却很少被提及呢。我一开始啊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在花了数天时间寻找了各类资料后，终于在 DLP 芯片的供应商德州仪器那里找到了答案。这是因为相比起 LCD 跟 OLED 还在将毫秒作为单位， DLP 投影的响应时间已经达到了几乎可以忽略的微秒级别，在16微秒，也就是0.016毫秒左右。这个在肉眼下其实已经完全不可见了。接下来输入延迟方面，这个数值测量的是当投影仪在接收到识别信号后，经过处理将画面显示出来所花费的时间。X3000在启用游戏模式的 4K 60赫兹下，能够达到16.67毫秒，而如果你将分辨率降到 1080P， 开启240赫兹模式，则可以达到4.16毫秒的优异成绩。作为参考啊，我找到了 Ratings 团队所做过的156款120赫兹以上高刷显示器的输入延迟测试，可以看到4.16毫秒的成绩虽然还不能媲美顶级电竞显示器，但也能够在中上游的位置一战，而且在100寸以上的画面打游戏体验是非常震撼的。对了，这里提一下，这款投影仪最高支持 1.3 倍的画面缩放，投放比为 1.15 到 1.5比1。官方的建议投影尺寸在60到180之间，但如果不介意略微虚焦以及降低亮度的话，理论上最大可以投射300寸的画面。我个人呢是在3米的距离下投射的120寸画面，不管是连接 PS5、PC、Switch 还是 Xbox， 体验都非常棒。另外，我也测试了这款机器玩游戏时的 HDR 效果。虽然投影仪这个品类啊，这里指的是目前消费市场的所有投影仪，
在亮度上还没法跟电视相比，但是优秀的 HDR 色调映射还是能够在动态范围以及对比度上相比起 SDR 模式有着肉眼可见的提升。同时，这款投影仪的分散噪音呢，基本跟同类型产品一致，在28到32分贝之间，都是低频白噪，没有啥乱七八糟的高频噪音之类的。在打游戏或者观影时啊，基本可以忽略。当然，除了玩游戏以外，这款 X3000在观影体验上也是可圈可点。Cinema 电影模式下的出厂校色，在1到2万这个价位的投影中啊，非常出色。哎，对了，这款投影目前的价格是18499，无论是对人肤色还是场景的还原都很自然。同时，为了对抗长时间使用后 LED 色彩老化导致色彩失真的问题，明基还内置了自动校色的功能，会根据你当前的色彩来进行调整与补偿，来达到最佳效果。此外啊，你甚至可以打开 HDR 的宽色域模式，来让它显示100%的完整 P3 色域。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啊，宽色域模式会降低一部分的投影亮度，所以只推荐大家在完全隔绝室外光线的情况下使用。而另外一个让我非常惊喜的地方啊，是这款 X3000虽然不出意料的跟其他3万价位以内的投影一样，只提供了 HDMI 2.0B 接口，没有2.1的动态刷新率 VRR， 但是它在此基础上加入了在同级别投影中较为罕见的1/2个增强1频回传通道，一般常见于 HDMI 2.1标准中的功能，也就意味着你可以通过一根 HDMI 线来向你的回音壁或者家庭影乐接收器直传最高7.1声道的 Dolby Atmos 音频信号。我相信这对于很多注重于沉浸感的3A 游戏硬核玩家以及电影发烧友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当然话说回来，这个世界上它就没有完美的产品，一些在我过去100多个小时使用中所发现的缺点啊，咱还是得聊一聊的。首先，这款投影仪从高亮度的标准模式切换为低亮度省电模式时，它们的初始白平衡啊有一丢丢的色差，刚切换完成时，整体画面会略微偏紫一点。不过好在啊，它在3秒钟内会自动恢复色准，所以大部分时候其实对于正常观影游戏来说影响不大。另外我还卡出一个系统 bug 啊，这个场景非常的具体。当我将 X3000连接到 PC 并开启 HDR 时，投影仪会自动识别到 HDR 信号并切换为 HDR 模式。但是呢，当我将 Windows 的 HDR 关闭后， X3000虽然看似黑屏了一下在调整模式，但其实并不会退出 HDR 模式，导致我的画面整体对比度过高。但是解决方法也非常简单啊，只需要将投影仪切换一下信号源，再切换回来就好了，算是个细节问题吧。然后最后一个我个人认为不足的地方呢，就是虽然这款 X3000支持垂直方向的自动梯形校正，但是它并没有任何的物理或者光学镜头偏移功能。很多朋友估计早就知道了，梯形校正是会损失一定画面锐度，并且增大输入延迟的，所以非必须情况下不推荐大家使用。这也就意味着 X3000的摆放或者吊顶的自由度稍微低一些，你必须在固定时就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这里我也推荐大家在选择支架时呢，找高度调节范围比较大的，以防万一。最后再总结一下吧，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2万元以内可以代替电视长时间使用、高亮度并且光源持久的 4K 游戏投影的话，那么真的不用看别的，可以相信我花了2个月时间的调查，这个价位没有能跟 X3000打的。但如果你只是偶尔作为观影使用的话，那么其实可以选择价格稍低的，像 TK850、W2700这类啊，主打观影体验的灯泡型投影。OK， 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差不多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不妨3连点个关注。我是波罗，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